众生真的很可怜。一个人此生没有福报觉醒的话，其实终其一生都是在痛苦的轮回当中，没有了想得到，得到了想要更多，得了千钱想万钱，钞票一天比一天少，你就紧张的不行。可生命一天比一天少，你在乎过吗？我们穷极一生都在用更宝贵的东西换取那些带不走的东西，我们用不可再生的生命去换取银行账户里不断波动的数字，用与家人相伴的温情时光，去换取一场场觥筹交错的虚假应酬。我们以为用物质堆砌出来的世界会更加的丰盈，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拥有了一切，却从来不曾拥有过自己。从出生开始就在不停地得到、失去、痛苦、开心，这样无尽的轮回。有人可能会问，难道追求更好的生活有错吗？我努力赚钱，不也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吗？这个念头本身没有错，错的是我们把工具当成了主人。钱财、地位、名声，这些都是我们体验生命的工具，可我们却成了他们的奴隶。这就像一个厨师，毕生的目标不是做出美味的菜肴，而是收藏更多的锅碗瓢盆，最后守着一屋子冰冷的厨具饿死。世界从来没有给你设限，是你对万物的执着困住了你自己。万物只是因缘和合，如流水一般，短暂地出现在你生命当中而已。故说一切为我所用，非我所有。除了感恩和珍惜，不应该有任何的执念，任何的分别心。一切的分别执着都是因为人的妄念，缘尽之后自然会分开。学着放过自己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，无论是甜蜜还是苦涩，其实都是宇宙为了唤醒我们而精心设计的课程，为了让我们最终能脱离这轮回的炼狱。所以人这一生一定要遇到自己。那个自己是什么？佛家说，最初见到的那个自己，其实是一团欲望的聚合体，是七情六欲、贪嗔痴念交织成的毛线球。见了自己，亲自感受了那个被情绪驱动、被欲望捆绑的本我，你才会发现自己的局限有多么可笑，自己的那点小聪明在宇宙法则面前又是多么不值一提。这个时候，你才会真正开始自我反省，向内观察，你就会变得更谦卑、更勇敢，因为他看见了回家的路，所以豁达。一个看不见自己的人，他一生大概率会低到尘埃里去。他所有的努力，不过是在生活的重压之下，重复着上一代的模式，背着沉重的壳负重前行。他看不到来时的路，更找不到回去的门，而见了自己，你就会了悟自性，会接纳自己，找到自己，给过去一个合理的解释，给未来一个清晰的方向。一旦见了那个本自具足的自己，你会瞬间爱上自己，你会觉得自己怎么样都好。我可能皮囊不够出众，灵魂也不算有趣，我生于尘埃，溺于人海，关于我的一切平淡的不像话，
可是即便是这样，我依旧是爱我自己的，因为我终于明白，我是宇宙的孩子，和路边的植物，天上的鸟虫，远方的星辰大海，没有任何分别，我们都是一体的存在。道德经里面说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揣摩别人，研究人性，想搞懂谁是贵人，谁是小人，却很少花时间去探究自己。其实我们人这一生最关键的功课，就在于不停地认清自己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够活得通透。人生就是一场不断的选择，不断的经历，然后不断的去修行的过程。佛陀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世间的一切，你所追求的，你所恐惧的，都像梦境，像幻象，像水中的气泡，像清晨的倒影，留不住也抓不住，最终都会像泡沫一样消散了，终归都是无常。但正是因为它无常，如露亦如电，转瞬即逝，所以我们更应该在这些无常的变化当中，寻求到我们内心的那一份不变的宁静和智慧，用你内在如如不动的定力，把自己从那些无名的痛苦的深渊当中解脱出来，去寻找心灵真正的安顿。这个时候你就会很自在。人之所以痛苦，就是因为对抗无常，活在无明之中。其实你要知道，无论怎么痛苦，无论怎么变化，它也只不过是人生当中的一段经历。这些经历无论好坏，最终都会成为滋养我们灵魂的养料。所以放轻松，不要太纠结，也不要总是有特别多的执念，你就好好的去体验这场游戏人生。每一个朋友都得有这样的心境，我们就是来玩的，就是来漫游地球的，我们就是这个地球的一个旅客，合同到期就要离开，什么都带不走。从更高维度来看，人生是什么？有科学家推演过，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真实存在的概率几乎为零。所以你想一想，你那些放不下的痛苦，那些耿耿于怀的怨恨，有些时候真的没有必要了。从高维来看，人生不过是被造物主早就编写好的一串代码，就是一组程序。你经历的一切都是想，一切都是假的。延伸来讲，就是在这个宇宙当中，其实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你自己。你看到的万事万物，都是你内心的投射。你看到别人的美，说明你内心是美的；你看到别人的恶，说明你的内心藏着丑陋。美与丑，好与坏，一切都是经由你自己这台独一无二的放映机投射出来的。如果你的内心没有障碍，那是不可能投射出残缺的相的。因为佛家说，我本无相，亦有万象，我是何相，取决于你。是因为你让我在形形色色的众生当中看到了我自己。所以人的一生想要顺利，想要圆满，想要修炼这种如如不动的能力，就要像《金刚经》里面说的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
其实就是说不要这香。你要知道，我们一旦褪去了皮囊，人不过是区206块骨头，而一旦穿上衣服，贴上身份标签，人却有了18000香。这18000香环环相扣，一物降一物，让你深陷其中，无法自拔。所以唯有穿透骨相，回归无为，才能明心见性，回归本源。所谓的相是什么？其实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，鼻子闻到的，耳朵听到的，身体感觉到的，以及头脑当中思维想象出来的。这些都是佛家说的眼耳鼻舌身意，色声香味触法。我们所感知到的一切，其实都是相。正是因为它是相，所以它是假的。因为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当我们的心不再被外界这些纷纷扰扰的假象所束缚、所迷惑，那么我们内在的本自具足的能量，它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生发出来。这个时候，你就会进入到一种非常玄妙的境界，一种定静的状态。当你清楚了这一点，你就会明白，但凡感觉自己的能量不对劲，状态低迷，那一定是自己的心又被外界的某个假象给迷惑住了，以至于自己像个漏气的皮球，全无生机。所以当你能够以空性的视角去看待世间万物，你就会认识到这一切的虚幻性。当我们的心不被外界虚幻的假象所套牢、所牵绊的时候，你的能量自然就生发出来了。宇宙是如此丰富，但它的本质也是空的。从道家的角度来看，如果你的善根深厚，福报巨大，老天会让你提前开始消业。很多人听到这里会想，这是什么道理？福报大不应该顺风顺水吗？怎么反而要吃尽苦头？这恰恰是最大的误解。这就好比你欠了一笔高利贷，是让它利滚利，几十年后连本带利把你压垮，还是一开始就勒紧裤腰带，连本带息一次还清？老天让你早早吃苦，不是惩罚，而是一种慈悲，是给你一个提前还清业力债务的机会。它会让你前半生就安排上病痛关、情劫、生死劫，让你体验六亲无靠、求而不得，甚至是所有毁灭性的打击全部叠加到一起，毫不留情地放到你身上，一关接着一关，让你经历各种挫折以及人性的考验，直到你看透人性，明白这个社会的规则，然后觉醒，脱胎换骨。其实吃苦的意义并不是让你忍受贫穷，而是在这个锻造的过程中，让你不断历练，不断改变自己，提升自己，厚积薄发。这个痛不欲生的过程，就是你灵魂的涅槃重生。它让你看清世间的冷暖，懂得表面下的真相，经历各种人情冷暖，遭受种种挫折。但是上天不会给你一个你扛不住的考验，慢慢的，你会从绝望到平静，开始在一片废墟之上重建一个崭新的世界。蓦然回首，
那些曾经让你痛苦不堪的残垣断壁，早已成了你登顶的台阶。你也爱上了这个被磨砺过的新自己。从那以后，你就像换了一个人，性格变了，心态也变了，得之不喜，失之不忧，宠辱不惊，去留无意。你不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，说你，定义你。你会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，允许一切如其所是。你成为了自己生命真正的主宰，不再被外界的评判所左右，不再因他人的眼光而动摇。最终，你会成为那个自己心中最想成为的人。所以，不要羡慕别人比你走得快，因为只有慢一点，你才能走得更稳。正所谓，少年得志一帆船，大器晚成方为道。基于此，我建议大家不要憎恨任何人。佛学中的五毒，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，其中嗔心最为耗能。嗔心指的就是憎恨、怨恨、生气、厌恶。这股力量极其强大，但它的反噬作用更大。它最先消耗的不是对方，而是你自己。你以为憎恨是在反击对方，是在宣泄你的正义，但实际上它更像一把你亲手点燃却放在自己怀里的火，最终烧伤的只有你自己。我们都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让自己不喜欢的人，可能会无缘无故被伤害，被辜负。对方某个行为，一句话，就可能影响自己一整天的情绪。你可以让情绪自然的释放和消化，比如哭一场，或者找人倾诉，但尽量还是不要让它发酵成嗔恨心，更没必要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，在心里反复咀嚼那点破事。有人会说，可是他真的伤害了我凭什么不能恨他？难道就这么算了？你要明白一个真相，你的讨厌或憎恨根本无法改变对方，更无法惩罚对方。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持续不断地消耗你自己。你的厌恶、愤怒、不满，对方可能根本不知道，或者知道了也根本不在意，而你却因为这些情绪让自己陷入持续的低能量状态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久而久之，气血凝滞，样貌都会变得狰狞，会变丑。这不是心理作用，这是真实的物理反应。你的注意力在哪里，你的能量就在哪里。当你把宝贵的注意力持续不断地放在那个讨厌的人身上，就等于在免费授权他占用你的大脑内存，消耗你的生命能量。你这是在用自己的电给他充电，何不把精力收回来，专注自己的成长和快乐？刘震云在一句顶万句里写过，人要是赌上气，就忘记了事情的初衷，只想着能气着别人，忘记也耽误了自己。放下厌恶，不是原谅别人，而是放过自己。生命的容量是有限的，就像一个杯子，你装满了别人的瑕疵和错误，就再也腾不出空间来盛放自己的光芒与喜悦。所以
别让那些生命中的配角影响了你这个主角前进的速度。不要嗔恨任何人，不是因为对方值得被宽容，而是因为你值得一个更好的人生。起心动念堪称世间最为强大的力量。所有站在金字塔尖的卓越之人，无不是在发心上取得了成功。为何有些人穷其一生修心，却始终不见改变？关键就在于其念头未曾真正转变。王阳明曾言，一念发动便是行，起心动念即为因，当下所受便是果。我们要像守护珍宝一样，悉心护持自己的每一个念头。无论你做了多少善事，念头的出发点至关重要。你做这件事，关键在于是否真心为他人考虑。无论从事何事，最初瞬间萌生的那个念头，就是一颗充满活力的种子，它决定了未来的一切。就像我撰写文章，旨在传播圣贤文化，助力更多人摆脱困境，走出内心的挣扎，让更多人寻得真实的自我，实现心性的全然绽放。关键在于你的起心动念是否有利于他人。种下善因，方能收获善果。你真心为他人的孩子考虑，宇宙自然会安排别人为你的孩子着想。你付出的每一分善意，都会以某种你意想不到的形式加倍回馈到你或你最亲的人身上。人这一生本质上不过是念头的聚合体，起一个善念，或许只是为陌生人指引一段路程；动一个恶念，可能只是嫉妒时的一句冷语，而所有后续的结果，早在念头诞生的那一刻，便已奠定了基调。犹如种麦子的人，春天播下什么种子，秋天便只能收获相应的麦穗，绝无可能种下稗子，却指望收获黄金。圣人为因，凡夫为果。想要拿回属于自己的力量，就要学会在因上努力，在起心动念处下功夫。当你明白了这一点，就要学会接纳。接纳了，便顺遂了。若拒不接受，便只能在痛苦的轮回中徘徊。世间万事万物出现在我们身边，皆是我们过去种下的种子，历经各种因缘际会，才有了当下的呈现。利益的人越多，自身的能量越强，磁场越大。你与宇宙本为一体，宇宙亦与你相融无间。你心中装着什么，眼中便会看到什么。你起了什么念头，脚下便会迈向何方。若你的内心美好纯粹，所见到的一切皆充满光明与爱意。阳光穿过树林，万道金光洒在你脸上，你会觉得树木仿佛都被映照成了爱心的模样。当你去感受大地的能量，你会明白它包容万物，慈悲为怀。我们应向大地母亲学习这种承载与包容的力量，也应向天空学习，其内心虚空，无所不容，让人无从着力。在这世间最伟大的产品，便是利他。祈愿所有众生都能脱离苦海，收获喜乐，不再陷入轮回。比如
当看到他人身处困境，慈悲心会让你自然涌起不忍之情，而因果观又会让你意识到，这或许是他过往行为的延续。此时你既不会轻易苛责，也不会盲目同情，而是多了一份对前因后果的深刻理解，进而生发出更为理性的善意，比如引导对方去种下新的善因，从而改写未来，生而为人。当我们离去时，灵魂应比来时更加高尚。我们来到这世上，就是为了修炼内心，提升灵魂的境界。当一个人在生命觉醒的高度，立下为众生服务的远大志向，他便会构建起一条顶天立地，连接宇宙与众生的能量通道。那时，天地间的浩然正气会涤荡其身，必定意气风发，气场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便是意念创造的奇迹。但是，当你真正明白了起心动念的强大力量，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就会出现。当你身边最亲近的人，他们的念头还在制造痛苦时，你该怎么办？这就是修行路上最难的一关，也是无数人卡住的地方。人没有痛，是不会修行的。人若非经历痛彻心扉之事，终难升起真正的修行之念。你今得具人身，亲闻佛法，是无量劫积善累德换来的稀世机缘。如在漫漫黑夜中偶遇一盏明灯，怎可空耗光阴？若修行只求表面敷衍，念几句佛号，烧几炷香，却不向自己的内心深处扎根，便是自欺欺人，枉对着生死大事。世间种种，豪车美宅的奢华，功名利禄的荣耀，爱恨情仇的缠绵，看似真切，实则如露亦如电，转瞬成空。若因得到而狂喜，因失去而悲戚，便是心随境转，依旧是在六道苦海中打滚。真正的修行，从来不是念经持咒的形式，而是修一颗如如不动的心。他人执着，你不盲从他人争辩，你不掺和，法门万千，皆为渡人，且不可陷入法执，须修出离心，明了这世间的亲情名利，皆是捆绑你轮回的绳索，不是让你断绝，而是让你看透，放下方能超越。修行是为自己了生脱死，若一边修行，一边还贪恋这世间的种种滋味，那便是白修一场。无常从不等候年少之人，今得正法，实为大福德。若再蹉跎，必将堕入无尽的轮回苦海。当下就应念念觉照，时时精进。毕竟觉悟的可贵，总要等亲历无常之后才懂，那时再悔晚矣。入道这些年，渐渐品出些修行的真味，你会发现，人一旦开悟，洞察到了天道，会变得心存善念，同时也会变得冷血无情，不再轻易去度人。有人不解，开悟了不是应该更慈悲吗？怎么会无情？这所谓的无情，不是真的冷漠，
而是对因果法则的全然尊重。这包括对这一世的父母。孩子，你若强行去度他们，说些超出他们认知范围的正解，他未必能接，甚至会觉得你在胡说八道。他身上的业力、累世的习气都在挡着你。这样做非但度不了他，反而会搅乱他的因果，消耗你自己。倒不如就让他们做自己。你要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的道，不被他们影响和消耗。这不是冷漠，而是因为你深刻地明白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和因果要了结。父母也一样。世人常说，修行到深处便修成了无情道。其实那不是无情，而是全然的放手，是全然的允许，绝非试图去改变他人，亦非那种泛滥的同情心所能涵盖。它是一种深沉的理解与尊重，是对万物生长规律的全然顺应。允许他人犯错，允许他人去撞南墙，允许万物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念要破，那些他没有学会的东西，命运会用不同的方式包装成不同的人和事，反复出现在他的生命里，直到他学会为止。而这个过程只有亲身经历才能领悟，他人的劝说永远都只是隔岸观火。所以多半时候你只需在心里存着一份安稳。他们哭时不忙着递上安慰，他们迷失时不急于指出方向，你就站在自己的道上，如如不动地守着，等他们撞得头破血流，筋疲力尽了，一回头看见你还在，你只是递过去一杯温茶，平静地说一句回来了就好。这或许比千言万语更合乎天道的分寸。毕竟修行到最后，谁不是自己度了自己？总之，且行且珍惜吧。我分享的一些东西，需要你自己多去举一反三，活学活用。看不看得懂，真的要随缘了。很多东西讲得太明白，能量太强，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。比如说，如何应用这些法则来改变现实，这部分是最关键的，但其中有些操作太过颠覆认知，甚至有些阴暗。以后如果环境允许，会仔细去讲。最近这段时间更多的是普及一些基础的常识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早日链接到我们内心那份丰盛的、圆满的、自在的、高频的、富足的能量。它本自具足，其实就在你的内在，等待着你去照见自己。这就是跟大家讲的，人的一生，所有的路最终都是为了通往自己。当你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深，你会发现所有的修行最终都指向一个核心，守护你的能量。而守护能量最直接有效的方式，就是在评论区郑重地为自己打下这句心法口诀：我允许一切发生，我回归内在安宁。请不要把这看作一句简单的评论，这是一次与宇宙能量对频的强大仪式。当你专注地打下这几个字，你正在向你的潜意识和
和整个宇宙宣告，你愿意放下所有无谓的对抗与挣扎，你选择全然的信任生命之流。这个允许是最高级的智慧，是真正的力量。它不是妥协，而是接纳；不是放弃，而是臣服于更高的安排。每一次默念，每一次书写，都是在为你混乱的能量场建立一个稳定的核心，一个风暴之眼。当千万个渴望觉醒的灵魂在此地共同发出这个和平的宣告时，我们将共同创造一个强大的、宁静的能量共振场。这个场域会反过来加持和祝福我们每一个人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